在安倍遇刺的阴影下，日本参议院选举投票于周日如期举行。日本总务省当天公布，参议院选举提前投票人数超过1961万人，较2019年举行的上次参院选举增加14.95%，为历史最高。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投票率是比上一次的这个参院选的投票率要明显要高，这也反映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形势之下啊，我们也结合之前的俄乌冲突，包括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民众他的这种政治参与意识啊，对于这种政局的政事的这种关注度是在上升的。日本参议院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次，此次是要改选1半席位，即124席，即神奈川县一个补选一席，合共产生125个议席。选举结果的大致形势最快将于周一凌晨揭晓。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岩井奉信表示，本次参议院选举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日本修宪势力会否在选举之后加快修宪进程，企图让日本成为所谓的能战国家。根据最新消息，自民党、公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等修宪势力已获得超过2/3的席位，越过启动修宪进程的门槛。但岩井认为，即使修宪势力控制2/3以上议席，所谓的修宪之路也不会顺利。どこをどう変え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まだはっきりし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んですね。例えば改憲勢力と言われる4つの政党ですけども、まだバラバラでまとまっていないという状況だと。だからいわば改憲勢力が3分の2を超えたからといって、さあ改憲だという簡単な話ではどうもないな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最後に国民投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なかなかこれを通していくというの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修宪在日本国内争议不小，同时受到国际关注。岸田文雄上台后，将修改宪法视为政府最主要议题之一，不少政客叫嚣改变战后安排，彻底摆脱战败国身份。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又频频展开外交活动，企图借机自我松绑，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和日本本身的国家安保战略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定位，包括专守防卫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得到维持是直接相关的，而这也就直接影响到，日本作为一个亚太的重要的一个大国，或者说在军事上谋求着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对外政策、对外安全政策，包括防务政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也是亚洲各国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声音呼吁，修宪动向非常危险，可能把日本推向深渊，重蹈战争覆辙。そういう改憲勢力は憲法9条をぶち壊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動きは近隣諸国の日本への懸念と警戒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になり、アジアの平和構築に逆行する愚かな動きであります。強く反対します。やはりそうした攻められたらどうするかの議論で軍拡競争を煽るのではなく、やはりそれを断ち切る、攻めさせない、戦争にさせない努力、外交ということが今まで以上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を進めていくべき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此外，此次选举也被视为是对去年10月上台首相岸田文雄政府的期中考试，并将影响日本政局未来几年走势。有分析认为，选举能巩固执政自民党权力，岸田有机会迎来黄金3年继续执政。接下来的2到3年之内是没有较大的国政选举的，就是参院选和众议选都没有，所以岸田政权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延续的环境当中去推进自己的这种执政。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对于岸田政权的执政前景，或者说它的政权稳定性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日本舆论认为，作为自民党内大佬的安倍突遭枪击去世，是这次选举的一大变数。去年日本众议院大选后，自民党在众议院保持较大优势，但选举前，日本民众在物价上涨、汇率暴跌等经济政策方面对岸田政府表现出诸多不满，在野党集体向自民党发难，使得自民党和岸田政府均受到较大挑战。最新消息显示，日本修宪势力已经获得了修宪所需的2/3席位的最低门槛。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日本参议院中的修宪势力呢，主要是自民、公民两党，已经拥有2/3多数的席位。修宪势力呢，仍然会在参议院占2/3多的这个席位。那么在未来的修宪中呢，就容易得到法定的赞成票，修宪议题会加热。因为日本政界和民间的这个重要事项，这次呢，这个参议院呢选举的焦点问题呢，它就是经济民生和修宪。安倍当政的时候呢，在不断的推动修宪，那么到2016年，支持修宪的民众呢已经超过50%。但是呢，日本民众担心安倍政府会把宪法呢修改的过右，那么51%的人呢就不同意在安倍任内修宪。
安倍呢也担心呢，要是全民公投失败，那么修宪呢就得搁置好几年，所以呢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现在呢这情况也发生变化了，60%的民众支持修宪。自民党的干事长茂木明充呢在选举前说，主要政党之间呢基本已达成共识，希望早日实现修宪。他还强调，这次参议院选举之后，自民党的目标呢是尽快的向国会提出并提交宪法修正案的草案，尽快实现这个宪法改革。因此呀，我估计这次参议院选举以后，自民党很可能会积极的推动修宪进程。如果修宪势力掌握了参议院主导权，将如何推动修宪呢？您认为会给日本和世界带来哪些风险呢？在今年5月，日本和平宪法75周年纪念日呢，这个首相岸田文雄鼓吹修宪，表态说呀，修宪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必须呢尽早实现。那么通过修宪呢，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实现所谓这个正常国家，那么将会呢在日本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因此呢，今后岸田政府推动修宪将是大概率的事。现在呢，日本具备修宪的3个重要条件：一呢是日本政局稳定，参议院选举以后，岸田政府将进入黄金3年，他基本可以稳坐3年的首相了，这呢给修宪带来较好的政治环境。二是美国力量减弱，这个美国呀为推进自己的战略，更多的是与日本合作，要日本帮忙。那么在俄乌军事冲突、北约一体、制约中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台海问题上，这美国呢都在拉日本，要日本参与。这相应的说明呢，美国对日本的牵制力下降，在修宪问题上呢，它的话语权也就不够强大。三是国际局势呢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正在走出这个2战以后的世界秩序，建立新的秩序。那么加上俄乌军事冲突带给日本安全的忧虑，周边的环境日趋复杂，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和中国的崛起，都让日本呢容易找到借口来扩军备战，成为能战国家。那么最后一点呢，是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支持率在增加，60%的人支持修宪，可能呢会鼓励岸田政府进行政治冒险。很显然呢，如果日本实现了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这个能够不受限制的对外作战，那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在安全上都会受到重大的挑战。因为呢，日本目前呢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军事国家，这个日本可以通过出售军火拉拢自己的团伙，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自己再次称霸亚太的野心。日本呢也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这个国际舞台上一个很怪异的主角，把2战后的世界格局的最后一道栅栏突破。这日本挣脱和平宪法的约束，那么将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包括对中美。所以呢，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日本的修宪进程，评估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安全的影响。